在欧美有很多人提倡不洗衣服可以提升生活品质，但有人认为这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到底谁说的比较有道理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免洗革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你有听过养牛仔裤这个说法吗？很多爱好者认为牛仔裤不要太常洗，可以让布料更挺更耐用，甚至能够完整的保留长时间磨损之后独特的纹理跟色彩变化。像是日本明星木村拓哉就是知名的养裤达人，据说他有一些牛仔裤呢，从买来之后就再也没有洗过。在欧美国家呢，还有牛仔裤褪色比赛，参赛者呢必须要花1年的时间穿一条全新的牛仔裤，最后再来比拼谁的自然褪色效果最赞。不过你知道吗？现在不只是牛仔裤就连普通衣服也有人提倡不用太常洗。这股趋势呢，还在欧美时尚界掀起了一阵旋风。不洗衣服真的行得通吗？这个流行是怎么来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家里的吸尘器要动手才能够清理集尘盒，觉得麻烦又不卫生吗？快来试试 LG A9X 无线吸尘器。除了有高科技自动集尘功能，还有轻量机身、简约质感外形，全面的升级打扫体验。A9X 拥有280瓦的强大吸力，透过涡轮气旋把地板细屑统统搞定。All-in-One Tower 3.0 自动集尘科技，只要30秒，集尘盒脏污全自动清理。内建 UVC 杀菌功能，搭配3重过滤系统，有效去除细微灰尘，保持空间洁净，还能够减少过敏源。除此之外所附的多样化吸头都能够整齐的收纳在 All-in-One Tower， 要用时呢不怕找不到，让你快速应对所有的清洁需求。现在上泽泽募资享超早鸟优惠，赶快点击资讯栏的链接，把科技又时尚的 LG A9X 带回家吧。免洗运动又被称作是免洗革命。根据欧洲新闻台的报道，是由英国的时装设计师麦卡尼发起的。他认为，如果你没有一定要洗任何东西，就不要清洁它。特别是呢，洗衣机的用水量占了一般家庭总用水量的17%。不要洗衣服呢，可以省钱又环保。麦卡尼的这个观念透过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迅速的流行开来，相关影片的观看次数呢，已经超过了1500万次。不只获得了其他领域的专家响应也让越来越多人分享不洗衣服带来的好处。不洗衣服的好处呢，主要可以分成3大类。首先有英国的里兹大学永续时尚课程的讲师萨姆纳说，在洗涤的过程当中呢，衣服容易会有撕裂缩水跟褪色的风险，这些情况呢将会严重的影响到衣服的寿命。比如说呢，胸罩包含有这个钢圈和松紧带的材料，越少清洗使用的寿命就越长。再来呢，不洗衣服也能够保护环境。除了比较好想象的清洁剂可能会对环境有害，少洗衣服可以节省水电之外，有专家表示，家用洗衣机呢洗一次衣服至少会脱落70万根的塑胶纤维，而这些塑胶纤维呢有很大一部分会流入海洋，对于海洋生物造成严重威胁。根据2017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资料，海洋当中的塑胶微粒有 35% 都是来自于洗衣服。最后是大多数人感受到的最大好处，那就是节省时间。有时间者说，如果你越少洗衣服，你就会花更少的时间在洗衣服上。这听起来虽然很像是废话，但它要我们仔细想想，除了洗衣服其他像是晾晒收衣服、折衣服的时间都会大幅的降低，甚至呢还可以连续穿同一件衣服，避免掉选择障碍。有软体工程师分享，在疫情之后呢，他不用每天到办公室，大概半年才洗一次衣服，生活变得更加轻松。此外呢，还有部分的人认为现在要常常洗衣服的观念其实是资本主义的阴谋。你洗衣服是因为闻到衣服有味道吗？还是习惯洗一下？里兹大学的永续材料学系的教授布莱克本提出了这个灵魂拷问。他认为即使跟我们身体接触频繁的床单、被套，大家也不会每次使用完就想要洗。那为什么衣服只穿一次就要洗呢？更何况大多数人呢每天都会洗澡一次，工作也不会真的流汗，所以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衣服其实没有真的很脏。同时又有人提出历史的角度来支持这个看法。以前人们呢很少在洗衣服，因为大多数的外衣呢都是羊毛皮革或是毛毡制成的，不太能够直接清洗，所以大家呢也只会用刷子或轻拍处理脏污。
即使亚麻内衣呢可以洗通常呢也很少人会去洗它。但后来呢，随着洗衣机的发明以及棉花、聚酯纤维这类容易清洗的材质普及之后，洗衣服就变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而且还因为洗衣机让洗衣服变得简单，清洁标准还变得越来越高。毕竟只要按几个按钮，再倒入一些清洁剂，我们的衣服有什么理由出现污渍呢？罗马的时装设计师卡斯特罗就批评洗衣机的发明应该是要为了让人类更轻松，不是为了要让大家更常洗衣服。美国的历史学教授纽豪斯也认为这就像当初发明电力，虽然减轻了女性持家的负担，但当他们打开电灯之后呢，很多人都会大喊妈，我的房子太脏了。另外呢，有美国学者认为在现代呢，我们开始用视觉来定义干净，像是它看起来干净吗？衣服够白吗？而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只要发现一小块的污渍，就会把整件衣服丢进洗衣篮。再加上呢，制造商也拼命的推出各种的去污剂增白剂，加强大众对于干净的追求，甚至除臭已经不够，还要添加香氛剂，让衣服闻起来香香的才叫做干净。很多支持免洗革命的人呢，都认为这些商品根本只是资本主义的阴谋，跟干净无关。可是不用这些商品，又要怎么样维持衣服的整洁呢？不常洗衣服同时又要维持衣服的整洁，主要包含了3大策略：晾晒衣服、改变选择以及随时清洁。布莱克本提出一个说法，他认为我们会闻到衣服上面的臭味，通常是因为气味呢具有这个挥发性，所以他建议把衣服晾在户外或是通风良好的室内，让风快速的带走这些气味。有人分享他把连衣裙挂在烈日下面晒了一整天，结果衣服闻起来就像是刚从干衣店拿回来的一样。再来呢，想要不洗衣服也可以透过改变选择来达成。有人分享他穿凉鞋来减少袜子的用量，或是穿着这个4角泳裤代替内裤，等到洗澡时呢再穿着一起淋浴晾起来呢很快就会干。或者可以改变衣服的材质，很多人会选择羊毛，因为它具有抗皱、调节温度、不容易产生异味的特性。美国呢有品牌推出大挑战只要顾客连续穿同一件羊毛洋装100天，就可以获得大约3000元台币的折价券。很多的这个客人分享呢，他们大幅的降低了洗衣服的次数，让生活的品质更好。最后，如果遇到生活当中的小意外，像是这个走路沾上了泥土，或者是呢吃饭碰到油渍，支持者呢建议在包包里面放一块海绵，随时清洁局部的脏污已经完全足够。不过也有人对这个活动不以为然，他们认为降低对于干净的标准可能会影响到身体健康。美国的皮肤科医生指出，人体的皮肤上面本来会有细菌真菌跟病毒组成的皮肤微生物群，虽然它们存在可以维持皮肤健康，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皮肤可以承受大量的微生物。如果我们平常流汗在衣服上面又不常清洗，那就会让这些微生物过度的滋生，那反而呢会引发皮肤的疾病，或是导致严重的感染。例如在健身房或者运动场所穿的衣服可能会接触到危险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一旦这些细菌呢大量的生长，再从伤口进到身体或者血液当中，就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败血症甚至死亡。CNN 的报道当中提到，虽然医学上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衣服穿几次就要洗，但通常呢会建议内衣袜子、紧身衣还有运动服这类会直接接触皮肤的衣物，应该要每次穿完就洗。特别是袜子呢，因为鞋子呢常常潮湿、温暖又黑暗，非常的适合真菌繁殖。而鞋子呢，最好每个月洗一次，或者是至少每个月呢洗一次鞋垫。另外呢，医生也强调，不洗衣服也不要直接烘干或者晾干，因为高温呢会让细菌增长，但温度又不足以把细菌消灭，反而会让情况更糟。不过专家也有提到，除了某些本来就不能够洗的材质之外呢，有一些衣物确实也不用太常洗。哪些衣服可以减少清洁次数，主要是看衣服跟皮肤的接触程度来判断。例如，如果你通常呢在睡前洗澡，睡觉时呢也很少或是几乎不出汗，睡衣呢在不清洗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穿1个礼拜。而裤子还有衬衫就要取决你一天的出汗程度，以及里面有没有穿背心。如果有穿背心那只要洗背心就好，上衣就不一定要每次洗。至于外套呢，因为通常不会直接接触皮肤，所以如果不是天天穿，1个月洗1次就够了。那如果每天穿那么最好呢2个礼拜洗1次。最后是牛仔裤，专家的意见有些分歧。微生物专家建议呢至少1个月洗1次，但皮肤科医生认为，如果牛仔裤没有弄脏或出汗，其实不用常洗。他说，如果有人连续几个月穿牛仔裤都没洗，没有发出异味，或是有任何的皮肤状况，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总结来说呢，专家们认为在考虑要不要洗衣服时，我们应该要先问问自己，这个衣服有在发臭吗？我自己是否有任何的皮肤疾病，像湿疹皮疹或是皮肤伤口呢？这个衣服有明显的脏污吗？我穿着时有流汗吗？有没有穿背心在里面等等的问题来当做判断的依据。
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在研究这次主题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之前有讨论过清水洗头发，当时有很多人留言讨论自己的实践心得，也有不少人分享自己的失败经验。那么认为，不管是为了要环保，或是要省钱省时间，想要降低清洁的次数，确实是很多人共同的困扰跟愿望。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集提供有需求的观众参考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解决生活上面的难题。但如同专家提到的，洗衣服的频率呢，其实跟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皮肤状况，还有常不常流汗等等的原因密切相关，不太可能呢会有一个万用的公式来适用于每个人。所以我们也建议大家要根据自己的需求、身体状况，甚至是同住家人的观感来调节清洁的频率，并且从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清洗节奏哦。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会想要尝试这个不洗衣服革命吗？也会有听起来很省时间，我会考虑。B 不会有台湾的天气超级热，很难不流汗吧？C 可能想要尝试一小部分哦，例如不洗什么呢？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不洗衣服运动。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Poo Free 以及体位。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